主母心善，这银子是施舍你的。姑娘聪明的话，拿了钱往南边去，别再进京城。首府府的善缘，也不是人人都消受得起的。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的儿啊！母亲终于找到你了。走，娘带你回家。宝珠绝食了，阿离，你别怪母亲不认你。若是对外宣告多了一个粗鄙的乡野姐姐，她在京城闺女圈就彻底抬不起头了。宝珠身子弱，受不得半点委屈，为了拉拢安远侯给她撑腰，只能委屈你了。你自小在乡野长大，命硬血，安远侯府的荣华富贵正配你，全当是报了母亲生你一场的恩情。送入洞房。重活一世，他连那一杯毒茶的伪善都省了，直接在街头断了我们的母女情分。宋家势大，若想扳倒他们，必须投靠更强的人。京中唯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。大长公主萧明华执掌皇城司，手段狠绝，乃首辅宋鹤言死敌，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。把这个呈给长公主，若长公主不见我，我立刻便走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只需告诉长公主，若她不见我，我自会去找安远侯。你知道你在写什么吗？民女知道，首辅宋鹤年私开岭南铜矿，铸造私钱，图谋不轨。前世我亲耳听见安远侯喝醉了与宋鹤年密谈，炫耀这账本的藏身之处。我本想用这账本换自由，却惨遭毒手。这次正好做我的投名状。你胆子很大，若账本不在那里，本宫现在就能剥了你的皮。你想要什么？金银还是田产？民女什么都不要，民女想留在殿下身边，做一把替殿下撕咬仇敌的刀。你跟首府府有仇？血海深仇。好，我年轻时候也被人当成棋子用过，后来我把那一家子连根拔了。记住了，在京城，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刀才是真的。殿下说的是。起来吧。现在她就是长公主府的郡主了，你带她学一些基本礼仪。前世林氏嫌我粗鄙，不如宋宝珠伶俐。她逼我学这些，我受尽折辱，却也硬生生把规矩刻进了骨头里。如今重来，不过半月便捡了起来。郡主真是天资聪慧。郡主，明日皇后娘娘在御花园举办赏菊宴，京城4品以上的诰命夫人与千金都会赴宴。殿下说了，明日是您第一次正式亮相，务必要艳压群芳。告诉殿下，我不会给他丢脸。这一世，我们终于要正式见面了，母亲。长公主昭和郡主到。这就是长公主找回的昭和郡主，这气度哪像民间长大的，长得真是绝色，就是看着有些面熟。母亲，您看长公主身边的那位郡主，她长得好像……今日赏菊，便命各家千金做一首咏菊诗吧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好句，首府府千金果然才貌双全。首府夫人真是教女有方，不过本宫的义女恰好也对诗词略知一二。阿离，你也做一首让大家听听。
回殿下，宋小姐这首诗确实极妙，只是这首诗早在3个月前就在江南的一本无名游记中流传开来，宋小姐将其据为己有，怕是不妥。你胡说！这分明是我昨夜苦思冥想做出来的，你血口喷人！那游记名叫《南游笔录》，京西书局便有售卖，是真是假，派人一查便知。启禀娘娘，奴才去京西书局查了，确有此书，字句分毫不差。前世这诗是落魄书生所作，被你买断。这辈子我提前派人去江南大肆印发，就等着你今天往坑里跳。郡主初来京城，或许有所不知，宝珠素来纯良，断不会做出抄袭之事。郡主年纪轻轻，切莫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，伤了彼此的和气。更何况郡主与我也有几分相似之处，就像我的远房亲戚一样。首府夫人莫不是癔症了？本郡主乃是长公主殿下亲自从江南接回的义女，圣上亲封的昭和郡主，夫人却在此攀扯什么远房亲戚？再者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夫人不教导女儿诚实守信，反而用所谓的和气来粉饰偷盗之举，这便是首府府的家教。是臣妇教女无方，娘娘，宝珠身子不适，臣妇代她先行告退。身子不适？宋夫人和宋姑娘之前都好好的，偏来参加这赏菊宴，身子不适，怎么是不愿意见本宫吗？这就受不了了。夫人，探花郎府上委婉退了订婚信物。郡主，首府夫人送来帖子，以上香祈福为名，约您在城外静安寺一叙。你耳后的胎记，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它的形状，但你在宴席上整理鬓发时，故意露出来给我看。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些事？首府夫人这话，本郡主听不明白。少在我面前装蒜！别以为你攀上了长公主的高枝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孽障。你在赏菊宴上故意针对宝珠，就是为了报复我没有认你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白眼狼！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该把你掐死在娘棚里。夫人这话说的奇怪，当初在施粥铺外，是夫人自己装作不认识，亲手将一碗热粥倒给了旁人。怎么如今真不认你，你还不高兴了？我是有苦衷的。你一个乡野长大的丫头，大字不识几个，直接接回府只会惹人笑话，连累首府府的声誉。何况那些规矩你也学不会，还不如在外面自在。我都给了你银子，你为何还要回来和我作对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爹爹，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我的苦心？体谅你？体谅你为了你的好名声，将亲生骨肉送入安远侯那个老畜生的魔窟？体谅你亲手端来的那杯毒茶？你怎么知道那杯茶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母亲。这一世，轮到你喝了。你果然也是。很意外吗，母亲？你以为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重来一次，能够趋利避害？从你倒掉那碗热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无半分瓜葛。如今我是高高在上的昭和郡主，而你只是一个教女无方、德行有亏的首府夫人。我要他们把欠我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长公主在朝堂上步步紧逼，岭南矿案的线索就快咬到我脖子上了，马上把她打包送去安远侯府做记事，只有借安远侯的势力才能保住宋家。老爷不可啊！安远侯前几任继室死的有多惨，您不知道吗？他是个折磨人的活阎王，您把宝珠送去就是让他去死啊！他享受了10几年首府千金的荣华富贵，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。来人，把夫人和小姐带到后院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是。
郡主，宋府传出消息，首府大人有意将宋小姐许配给安远侯为继室，林夫人死活不肯，已经被首府禁足。前世林氏将我送入虎口，这一世宋鹤年亲手将他最疼爱的假女儿推向深渊。我这个亲生父亲果真重利自私，派人去宋府给宋小姐送点东西，就说昭和郡主感念宋小姐当日在赏菊宴上的才情，特赠薄礼一份。第一任继室浑身鞭伤72处，第二任继室背部大面积烙伤。我想宋宝珠看后一定会非常感激我。你要把我嫁给那个杀人魔，你不是我爹！拉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母亲，救我！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变态，我会死的！保住我的儿啊！都怪那个宋林，如果不是他，你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长河郡主，臣妇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宝珠吧！就是你，是你设计陷害宝珠，是你逼着老爷把她嫁过去的。宋夫人，您的女儿嫁给安远侯是首府大人亲自定的婚事，您这是在指责首府大人，还是在指责皇后娘娘遇刺的姻缘？宋夫人，你这是在质疑本宫。臣妇不敢，臣妇不是这个意思，娘娘明鉴啊！玉姑姑，派人去告诉安远侯，就说首府夫人思女心切，请侯爷务必成全。安远侯性子暴虐且格外自负，最恨别人干涉他的后宅之事。林氏大张旗鼓的闹，无疑是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。想女儿了？好啊，去把首府夫人请过来，让她好好看看女儿。宝珠，我的宝珠啊！你这贱人，都是你害的我！你去死！哼！把首府夫人扔回去。是。这不是首府夫人吗？怎么像条丧家犬一样被扔出来了？毒妇，无知蠢妇！我在朝堂上因为岭南矿案焦头烂额，你居然还敢跑到皇后和安远侯面前去丢人现眼！我宋家的脸全都被你丢尽了！岭南矿案铁证如山，首府宋鹤年兔夺官职，打入天牢问斩，女眷流放宁古塔。快走！磨蹭什么？阿离，娘知道错了。宝珠她疯了，她现在被关在牢房里，吃喝拉撒都在那里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还有你爹，我替他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阿离，你说的对，前世是我害死了你，这杯茶轮到我喝了。可娘真的后悔了，你耳后的胎记刚生下来时我数过是6瓣，像朵小花而已，我欠你2世啊！如果宋家还是那个首府府，宝珠还是那个京城第一才女，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首府夫人，你会后悔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再倒一碗热粥给旁边的乞丐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。行了行了，走。阿离，娘真的知错了。郡主，您没事吧？雪太大了，回去吧。郡主，
您真的没事吗？城外那番景象……没什么，不过是了结一场旧事。那毕竟是您的生母，我瞧着她倒像是彻底回心转意了。彻底回心转意，不过是失去了所有倚仗罢了。这种回心转意来得太晚。今日雪大，回府后吩咐厨房炖些姜汤吧，再让管事将府中事务安排妥当。明日一早我要离京。是，郡主。离京，殿下可允了？已禀明长公主，此行事关重大，长公主已派尹三同行。殿下，明日一早便可启程。烟雨镇那边，尹三已经先一步去打探过了，你路上要格外小心。宋鹤年虽倒，他的余党却虎视眈眈。殿下放心，我必不辱命。此去江南，路途遥远，你年少，切莫意气用事。宁古塔那边，本宫已命人去打点，你不要过于关注那里。江南，前世我从未踏足之地，那里曾是我想象中的天堂，可如今却成了我复仇的战场。宋鹤年，你自诩聪慧，将赃事藏于诗画，你以为天衣无缝，殊不知你的底牌早被我全盘看透。长公主在朝中势力再大，终究鞭长莫及，我必须培植自己的力量。流放之路多有变数，林氏，你这一辈子只知攀附权贵，如今身陷困境，你还能生出什么变数来？郡主，前方10里有查寨，可先行休息。不必，快马加鞭，争取5日内抵达烟雨镇，早一天拿到证据，早一天铲除宋鹤年的余党。京城风云变幻，长公主需要更强的筹码。客官是去江南吗？这季节江南烟雨蒙蒙，风景美得很呐。是啊，只为公事，无心赏景。哎呀，客官说笑了，出门在外，图的就是一个顺累。不过小的提醒一句，再往前走，过了安阳山，最近那段路不太平。怎么个不太平法？听说有山贼出没，专劫过往的富商和官家子弟。前几日就有个富商被劫了个精光，连命都差点丢了。山贼？可有官府介入？官府？这深山老林的哪儿管得过来？都说那些山贼训练有素，弓弩使得出神入化，根本不像寻常毛贼。训练有素，高级弓弩，这描述和之前围堵我的那批人何其相似。看来林修远的人马还没死心。多谢小二提醒，我们会多加小心的。客官客气。加派人手，夜间轮流巡逻，重点防范安阳山的方向。是，郡主已查明，那伙山贼并非普通匪徒，而是林修远手下的秘密势力，名为黑蟒。他们平时伪装成山贼，暗中为林修远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。果然是他，看来他已经察觉到什么，所以急着在半路拦截。郡主，我们是否要绕道？安阳山地形复杂，若硬闯，恐会陷入重围。绕道，那只会浪费时间，而且他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烟雨镇，即便绕道，他们也会在下一处设伏。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，从速通过安阳山。郡主，这……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动我宋离，便要付出代价。属下遵命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，交出东西，饶你不死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拦住本郡主。林修远的狗，现在该说什么了？你以为只有林大人想杀你吗？看来这京城里想让本郡主死的不止他一人。说清楚。说，林修远让你在此设伏，除了阻拦郡主，还有何目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听命于主人，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当然知道，林修远想在半路解决我，一是为了断绝烟雨镇的线索，二是为了让我永远闭嘴。你可知道林修远为何如此急切？因为烟雨镇里除了宋鹤年的罪证，还有一份足以牵连他离林修远的致命把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说出你知道的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尹三，把他身上的毒囊搜出来，求死不得。他知道下场。是。我说，
林修远，他不仅贩卖私盐，他还勾结北疆一族，所有证据都在据点里。还有呢，你刚才说想杀我的不止林修远一人，是谁？被流放的首府夫人，她曾说过她会回来。林氏，他竟然……郡主，这不可能，林氏已被流放，且是被严加看管的重犯。你们太小看林氏了。他曾对主人说过，他能联系旧日亲信，绝不会束手就擒。他还说，他迟早会回来，让郡主您付出代价。尹三，将此人秘密押送回京，交给长公主发落。另外，立刻派人去查，在林氏被押解前，有谁去探望过他，以及流放队可有任何异动。林修远，你机关算尽底牌早被我看透，错就错在低估了我。只是林氏竟能在死局中生出变数。你带人进镇探查，重点留意镇子里是否有异常的守卫，以及那座老庙的情况。是，郡主。这个镇子过于平静，反而显得诡异。林修远定然不会让据点暴露。林氏，他会不会也派人在此地活动？谁？郡主，情况有变。什么情况？镇内老庙灯火通明，似乎有人在举行某种仪式，而且镇上多了许多陌生面孔，行动敏捷，眼神锐利，绝非寻常百姓。仪式？是的，他们将一个被黑布蒙住的人抬进了庙里，似乎不止一人。看来林修远已经先一步抵达了，他想毁掉证据，甚至灭口。你再去打探，看看庙里可有其他异动，特别是有没有可疑的女人出现。是。剩下的人随我行动，今夜我们就闯一闯这龙潭虎穴。是。宋鹤年，你以为死守秘密就能保住你的家人吗？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着你的所有罪证付之一炬。住手！宋离，你竟然没死！你怎么会来？你的账本和勾结异族的证据藏在哪里？连座之下有暗格，还有一幅画。住手！那是我的。你的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再不束手就擒，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林修远，你真以为你能一手遮天吗？说，那幅画里有什么玄机？那幅画记录了我多年前掌握的长公主私密情报，林修远想以此要挟长公主，而我则想用它来保命。将所有死士押解回京，由长公主处置。宋鹤年和林修远也一并带走。接令。这画你也看到了？民女看到了。此事绝不可再有第三人知道。阿离明白。林修远此人罪不可恕，本宫会亲自审问他。至于宋鹤年，宋鹤年口中提到了林氏，他说林氏在被押线出京前，曾托药铺掌柜传话，声称有法子在宁古土寻到生机，且要回来让宋家林家付出代价。林氏，她果然不是寻常妇人。本宫曾听闻，她年少时并非闺阁淑女，而是曾随父在边城生活过几年，性情坚韧。边城，那不正是靠近北疆之地吗？难道林氏的后手与北疆一族也有联系？林修远，好一个清流御史，竟敢通敌叛国，贩卖私盐，罪无可恕。陛下息怒，臣已奉命审问林修远，他已全部招供。此案牵连甚广，多名地方官员和江南盐商涉案。陛下，此事不仅牵扯官员和商人，更涉及北疆一族。此事若不严惩，恐让边境不稳，动摇国本。朕明白，所有有关人员全部严办。张姐，若非你出手，此等反贼恐怕还要逍遥法外。陛下英明。影四，你查到关于林氏的线索了吗？回禀殿下，属下已查清，在林氏被押解前，确实有京城回春堂的掌柜曾前往牢狱探望。此人名为李德，他曾受过林氏的恩惠。李德，他带出了什么消息？李德声称林氏只是嘱咐他照顾宋宝珠的后事，并无其他异常。但属下发现，李德在探望林氏后，曾秘密出城一趟，去向不明。秘密出城，看来林氏确实留有后手。流放队伍那边可有异动？流放队伍目前尚在途中，一切看似正常。但据斥候回报，沿途曾有几处小型骚乱，被官差迅速平息。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打架斗殴。殿下，
阿离恳请彻查这些小型骚乱的细节，尤其是流放队伍里是否有异样之人。好，影四，你再派几名精锐伪装成商队，沿流放队伍的路线秘密跟踪探查，务必查清林氏的动向。是。如今朝局初稳，但宋鹤年、林修远的余党仍在暗处蛰伏，你替本宫监察京中暗流，尤其是那些明哲保身的旧部，他们才最危险。阿离明白，斩草除根，方能永绝后患。影四传回消息，流放队途经一处山谷时，曾遭小股流匪袭击。流匪不求劫财，反倒直扑林氏的囚车，很快便被官差击退。更蹊跷的是，几名看管林氏的官差看管得过于严密，反倒像在刻意掩饰。刻意？是，像是在防范旁人靠近，又像是在暗中保护。本宫会派人彻查那几名官差的底细。林氏此人若背后真有势力相助，这股力量绝非等闲。那几名官差的身份查清了，他们并非普通官兵，出自一个叫玄武卫的隐秘组织，不受任何官衙管辖，只效忠于某支权贵家族。玄武卫，从未听过这个名号。是，还有袭击流放队的流匪，隶属京郊血影堂，首领被擒后当场自尽，未留半句口。玄武卫我倒是听过，据说曾是先皇私卫队，早已解散，没想到竟还在活动。殿下，阿离猜测，玄武卫与其说是看管林氏，不如说是在保护他。流匪袭击只是一场戏，目的是制造混乱，为他的逃脱铺路。你的意思是，林氏的后手从一开始就埋在流放队里？很有可能。宁古踏流放之路漫长，若他真想逃，沿途险地皆是机会。落雁坡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是劫囚的绝佳之地。宋离，你明日带人赶往此处布防，绝不能让林氏逃脱。阿离领命。宋鹤年、林修远不过是明面上的棋子，林氏身后藏着的势力才是真正的暗流。李德不知所踪，流匪自尽，痕迹清理得一干二净，绝不是一个流放妇人能做到的。林氏，你到底藏了多少底牌？按当前脚速，我们可在流放队抵达前半个时辰赶到落雁坡。林氏究竟有多大能耐，能让玄武卫为他卖命？他图谋的又仅仅是复仇吗？尹三，阻止他们救走林氏。玄武卫，留下林氏，可饶你们不死！他日夫人重回京城，定会加倍奉还。阿离，你阻止不了我，这世间欠我的，总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你欠我的，终究也要还。我欠你，你将我送入安远侯府，亲手灌下毒茶，也配谈亏欠？阿离，你难道不好奇，为何你耳后的红莲胎记与长公主年轻时的玉佩徒此相似？红莲胎记，长公主的玉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流放官差首领，你过来。郡主有何吩咐？你们流放队伍中，林氏可有携带什么特殊的玉佩或信物？他曾有一枚常年不离身的玉佩，上面雕刻着一朵红莲，被收缴入库了。果然有红莲玉佩，林氏说的是真的，还是想破坏我和长公主的关系？派人加速回京，向长公主禀报落雁坡遭遇以及林氏的异常言语。落雁坡经过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林氏是在胡言乱语，挑拨离间。殿下，林氏说的红莲玉佩确有其事，与我的胎记图案十分相似。您是否也曾有过一枚红莲玉佩？放肆！你是在质疑本宫？阿离只想弄清事实，若有隐情，还请殿下告知。那枚玉佩是我母亲遗物，20多年前在宫廷变故中遗失。阿离想查阅当年宫廷变故的卷宗，卷宗在皇城司，本宫会命人给你调阅。当年长公主因悲痛小产，但变故当日有名叫柳儿宫女抱走一名女婴不知所踪，当时婴儿怀中身怀红莲玉佩。女婴，柳儿，红莲玉佩，难道我就是当年遗失的女婴？尹三，立刻彻查当年所有涉事人员下落，尤其是柳儿，再查林氏的真实出身。她当年嫁入宋鹤年府是何人牵线？报告殿下，郡主，柳儿当年被莲花会收留，几年前病逝。林氏并非京城林家嫡女，而是江南莲花墙前圣女，嫁入宋府是为窃取情报，寻找当年遗失的皇室血脉与红莲玉佩。我真的是长公主孩子，林氏是莲花会圣女，她接近宋鹤言带走我，全都是计划好的。我从始至终只是她的一枚棋子。20多年了，本宫以为那个孩子已经死了，没想到又以这种方式回到我的身边了。殿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林氏。她既然是莲花会的圣女，又费尽心机接近宋鹤年，盗取皇室信物，显然有所图谋。她如今流放途中，莲花会的人定然会想办法将她救走。她既然想回来讨债，我们绝不能给她这个机会。本宫会调派皇城司的精锐与你一同前往，
务必将林氏给我带回京城。是，殿下。让开！流放队伍在此通行，再不让开，格杀勿论。嘿嘿，官爷，我们只是讨口饭吃，断魂谷最近闹鬼，我们不敢过啊。有埋伏，是莲花会。莲花会的鼠贼，今日一个也别想逃！阿离，你来得真快，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秘密。是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利用我，欺骗我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你以为这一切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？该死，他被救走了。他们逃不走的。尹三，你带一半人留守，清理现场，救治伤员。我带剩下的人沿着山谷出口分头追击。郡主，这太危险了。少废话，林氏必须被抓回来。阿离，你抓不住我。林氏，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？你为何要这样做？我想让你们长公主尝尝失去骨肉的滋味，我想让你亲手毁掉你以为守护的一切。林氏！跳崖，林氏果然是个狠人。不过，他真的会就此了结吗？河水湍急，我已派人沿河搜寻，但至今未发现林氏的尸体。没有尸体，就说明他还有生还的可能。他能蛰伏20年，筹划这一切，绝不会轻易死去。我想去江南彻查莲花会的一切，把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此行危险重重，本宫会派皇城司最精锐的暗卫跟随，你绝不可掉以轻心。阿离明白。客官可是往江南去，近来江南不太平啊。哦，怎么不太平？嗨，还不是因为那个什么莲花教，说是教，我看就是一群土匪，他们四处劫掠，还鼓动百姓闹事，听说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。莲花教，那不就是莲花会吗？可不是嘛，他们自称莲花净世，说要推翻这黑暗的世道，好多被他们蛊惑的穷苦百姓都跟着他们干坏事呢。那这莲花教可有什么明显的特征？特征嘛，他们的人很多都佩戴一种红莲形状的配饰，而且他们行事诡异，据说他们的首领还是一位神秘的圣女。最近可有听说莲花教有什么大动作？大动作那可多了，听说他们最近在筹备一个什么圣女回归大典，说要迎接他们的圣女重掌大权呢。郡主，这消息来得蹊跷，林氏刚从流放途中逃脱，莲花会就筹备圣女回归大典，时间上太过巧合。不是巧合，是林氏早有计划，他跳崖只是为了摆脱我们，然后迅速赶往莲花会的据点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？直接去莲会的老巢吗？不，我们对莲花会了解太少，贸然行动只会陷入被动。尹三，你现在去打听关于这个圣女回归大典的详细信息，举办地点、时间以及参加人员。是。郡主，打听清楚了，莲花会的圣女回归大典将于3天后在太湖之畔的莲花岛举行。参加大典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莲花会各地的头领、地方豪绅，一些武林人士也与莲花会有所牵连。林氏，他想做什么？他难道是想通过这个大典正式对外宣布他将带领莲花会对抗朝廷吗？恐怕是的。尹三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混入莲花岛。郡主，那是莲花会的船只，专门运送大典所需的物资。我们就坐这艘船前进去。大长老，各位长老，我已经回来了。恭迎圣女回归，圣女受苦了。不必多礼，我虽伤势未愈，但事情刻不容缓，我们需要加快行动。大典之后，立刻启动净尸计划。宋离也已来到江南，知道了我的计划，肯定要阻止我。圣女英明，我等愿誓死追随圣女，匡扶正道。我们的人是否已经联系上北疆王室？回禀圣女，北疆王室已同意联手，他们将在我们起事之时从边境进关支援我们。好，那各位就按计划进行。勾结北疆异族，这是通敌叛国的大罪。林氏他疯了吗？尹三，莲花会他们要造反，他们还勾结了北疆异族。造反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尹三，你立刻传信给长公主，将莲花会要造反的消息以及他们勾结北疆异族的罪证迅速呈报上去。是。我的子民们，黑暗腐朽的皇权已将天下带入深渊，唯有莲花净世方能带来光明。今日
本座将带领你们推翻旧世界，建立新秩序。圣女英明，圣女英明。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煽动者。他在看我，他知道我在这里。林氏，你这个妖妇，休得妖言惑众！大胆，竟敢闯入圣女大典，拿下他！阿离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到底为什么要造反？想知道就和我来。林氏，你到底想让我看到什么？阿离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林氏，告诉我，20年前的宫廷变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年先皇病重，朝中暗流涌动，长公主的亡夫前朝太子是唯一有能力与当今皇帝抗衡之人。为了铲除异己，与北疆王夫秘密勾结，诬陷太子谋反，并指使北疆异族在边关挑起战事，制造混乱。当今皇帝勾结异族，后面太子势力瓦解，我的父兄作为太子旧部遭到清算。长公主为了不让你卷入这场皇室斗争，她对外宣称小产，并暗中派柳儿将你送出宫。后面为了不失去权势，勾结北疆。为了复仇，我加入莲花会，成为了圣女，奉命寻找失踪的皇室血脉。后面我找到了柳儿，但你已经不在她身边了。根据柳儿的线索，最终在施州棚找到你，你就把我送到安远侯府。莲花会想利用你的皇室血脉来号令天下，推翻皇权。他们想将你扶上皇位，做一个傀儡皇帝。我虽然恨你和长公主，但却不忍心你去送死。安远侯府对你虽然残忍，但却有一线生机。圣女，你为何要告诉他这些？大长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暗中与京城那边的势力勾结，想趁乱扶持一个傀儡上位吗？阿离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2条路，一是与长公主联手对抗当今皇帝，二是加入莲花会，与我一同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。来吧，阿离，一同联手改变这天下。我要亲手揭露所有真相，将所有罪恶之人绳之以法，无论她是莲花会的圣女，还是95之尊。大胆，拿下他！圣女卫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！郡主，我们来救你了！他从这里逃走了。尹三，跟上。郡主，这密道四通八达，恐怕是莲花会特意修建的。不好找了。郡主，这老头怎么处理？说，林氏逃往何处？莲花会的净世计划究竟如何实施？他要去玄武潭，那是莲花会与北疆王室接头的秘密据点，在那里他将获得北疆王室的全面支持。玄武潭在哪里？在太湖深处，一个名为卧龙岛的小岛，只有特定潮汐和水路才能进入。尹三，备船，去太湖。北疆王室的人果然已经等在这里。前方船只立刻停止前进，否则杀无赦！尹三，准备迎敌。林氏应该已经上岛了。圣女，你的人迟迟未到，中原朝廷的追兵已经赶到了。亲王大人不必心急，那些追兵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他们无法阻止我们。哼，我北疆在中原边境已经按照圣女的计划开始制造骚乱，然而中原皇帝却迟迟未派兵支援，反而将更多兵力调往京城。他以为长公主是他最大的威胁，却不知道他最大的威胁是我。圣女所求无非中原皇室的天下，我们北疆只想收复当年被中原夺走的土地，这是双赢的局面。没错，只要亲王大人兑现承诺，在我登上中原之主时，将所求之地割让于北疆。圣女放心，我们北疆最重承诺。看来你的乌合之众还是追上来了，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莲花会真正的力量。这箫声是当年安远侯府的那个琴师，他竟然也在此地。郡主，你还是来了。琴师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与莲花会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我与莲花会
无关，我只是为了保护宝珠。你为何要保护她？林氏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吗？当年林氏为了莲花会的计划，与宋鹤年虚与委蛇。我本是莲花会的暗卫，负责保护林氏。可我们有了宝珠，那她为何从未提起过你？他恨所有利用过他的人，他恨我让他有了牵挂，他更恨长公主，恨灯主当真当的所作所为，让他骨肉分离，家破人亡。那长公主与北疆勾结诬陷太子的事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但并非长公主主动勾结。当年是当今皇帝为了铲除异己，与北疆王族秘密勾结诬太子谋反。长公主为了保住太子的血脉，为了复仇，她不得不也利用了北疆的力量来牵制皇帝。原来如此，这所有的恩怨都来源于皇室内部的争斗。长公主当年也是身不由己。郡主，林氏现在已经疯了。卧龙岛下有莲花会秘密储存的火药库，他想炸毁火药库，制造巨大的声势，以此作为净世计划的开端。我必须阻止他。阿离，你终于来了，来吧，亲眼看着这一切。林氏，你住手！你引爆卧龙岛会害死无数无辜的人，你勾结异族，图谋造反，只会让天下生灵涂炭。生灵涂炭？这天下本就生灵涂炭，这腐朽的皇权不配存在。我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、没有欺诈的新世界。你确定不会波及我们？放心，按照我的指示，你们的人都会没事。林氏，停手吧！为了宝珠，你不能这样做。骑士，宝珠，你们怎么会来？林氏，回头是岸。宝珠，我的宝珠。林氏，你看看宝珠，她还那么小，她不能没有你啊！圣女已无利用价值，杀了她！林氏，小心！阿离，小心，皇室的秘密。既然圣女已死，那这个火药库就由本王来引爆吧。你休想！郡主，我们来支援了。说，你与莲花会的勾结还有什么秘密？我说，长公主，她与我们北疆还有一桩秘密交易。当年她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，出卖了。暗器是何人？他知道的秘密太多，被人灭口了。尹三，收集好证据，回京。是。殿下，北疆亲王说您与北疆王室有交易，我想知道真相。当年本宫被困宫中，绝望之际，北疆王室派人来联系本宫，他们说可以保住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也可以帮助本宫报仇，条件就是京城城防图。为了不引起战争、生灵涂炭，我一直在找其他方法。这么多年一直在和北疆王室拉扯，从未真正交出城防图。阿离，你恨我吗？殿下当年为了保住我的性命，为了报仇，才不得不与虎谋皮。我理解。殿下，郡主急报，北疆大军突袭边关，已攻破3座城池。当今皇帝已下旨召长公主入宫。北疆大军突袭边关，3座城池沦陷，谁能告诉朕为何会如此？陛下息怒，北疆此次突袭准备充分，战力凶猛，远超往日。我边关守将已尽力抵抗。尽力抵抗？为何京城城防图会在北疆王室手中？张姐，你可否告诉朕，这张城防图为何会在北疆王室手中？陛下，臣妹不知。你还敢说不知？朕已查明，当年太子谋反，你却逃脱一劫。如今临修远岸，你又推波助摇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陛下，臣妹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周江山，为了皇室。为皇室？你与北疆勾结，出卖城防图，这便是为皇室？陛下，勾结异族出卖城防图的，并非臣妹。20多年前，是谁为了铲除异己，与北疆王室秘密勾结，诬陷谁将城防图作为筹码，换取北疆的支持？你胡说八道！陛下，长公主所言句句属实，勾结异族、出卖城防图之人正是陛下。陛下当年为了铲除太子，不惜与北疆王室勾结，将城防图作为筹码。北疆王志在卧龙岛的密室中，留下了陛下当年与他们的所有密信和证据。这个叛逆，你竟敢污蔑朕！陛下，陛下他激火攻心，气血郁结，
恐命不久矣。众位爱卿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北疆一族来势汹汹，本宫代为监国，与各位爱卿共同抵御外敌。有不从者，以通敌论处。臣等誓死追随长公主，抵御外敌。北疆大军来势汹汹，京城兵力不足，我们必须尽快调集各地兵马支援。宋离，本宫命你为大将军，统帅三军，与本宫一同抵御北疆。阿离领命。给我杀了那个女人！谁能取她首级，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！阿离，我们做到了。阿离，作为太子唯一的血脉，你将是大周新的君主。太子血脉，我竟然要成为皇帝！阿离，20年前，本宫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将你送出宫。如今你击退外敌，平定内乱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，你就是大周最好的选择。殿下，我从未想，这并非你一个人的选择，你是太子血脉，这是天下百姓的期盼。众位爱卿，本宫在此拥护宋离登基称帝。恭迎新君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真的要成为皇帝了。我曾经的仇恨，我曾经的痛苦，我曾经的复仇，最终竟然走向了这样一条路。林氏，你曾说想让我亲手毁掉我以为守护的一切，如今我成为了这天下的主宰，我将用我的方式来守护这个天下。